这个是对10大名画的，你看看就留下了这么一个东西啊。当然，他也占了它里面的技法，说那个北宋的几个画家，元代的画家看了后都觉得惭愧呀，画不过他呀。这个18岁啊，我们就讲了，他说北宋画院都是用的颜色很鲜艳，但是那个山长法从佛多咒啊，它里边之前也有很多皴法在里面，最后用青绿带给它覆盖了。技法的东西我们就不展开。最后我们就说。千里江山图，我们来发现中国之美啊！这画面里边，我们仿佛是乘坐渔舟穿行在江面上，或在岸边这个的路径中与青山相会。此刻，我们今天欣赏的都是画中的人，正如王维所说：“穿行碧波上，人在画中游。”所以这幅画里体现了中国人独属的。中国式的浪漫，画家把对山河的热爱提升为视觉的极致的盛宴。所以我们稍微再讲讲中国的山水啊。传统中国画理论，它在评价一幅好的山水，它是这么强调的：好的山水应该具备可行、可望、可游、可居的特点。可行山川之秀美，可望江河之浩渺，可游天地之广阔，可居心灵之幽静。而可居是最高的境界，它意味着画中的山水不仅能这个美观的引人入胜，就像我们刚才看的千人，我们都想在那个画面里面去生活，是不是？空气也好，看到人间稀少，是不是？山清水秀，所以更让人感觉，他就说了，如果你都不想居住到这里，你这画就肯定没画好。一旦你画了，不仅想看，而且想走，走了还不想回去，想在那住，那它就是好的。如果你看了还是要走，还是没留住。所以今天我们都搞文旅创作，老在说能不能让人住下来，那就是文旅的创作考核的标准。能住下几天，那你就上去了。都来了就走，那你就还没达标。所以这个古人都已经总结出来了，这都是北宋的画家，一个叫郭熙的，在《林泉告示》里完美的诠释了山水画的功能。所以我们在这判断，你看那个好画，你想不想在里边住？所以它不仅是看，更是让精神能够在其中漫步与居住，还要强调精神向往居住的地方。这才叫好画，所以我们这样就容易了啊。好，这个我们今天讲的，我今天分2个部分，一个是介绍传统的，再一个介绍当下。一个传统介绍完了当下的国画怎么画啊，他们是怎么表现画，当下的画家是怎么想的。那么我们讲，在数字时代，中国画又有了一种新的打开方式。我刚刚讲了，古人的画最多就是千里战争51，它都是在把玩的。今天画基本上是在公共的文化空间里面，美术馆、博物馆里，或者有些图书馆，它都会陈列一下，它都是挂起来的。以前是这样看，现在这样看，而且强调的是视觉效果，完全不一样了啊。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2028年8月8号，29届这个北京奥运会的开幕，它就是以这么一种方式。数字时代到来了，他就用了一个用数字艺术在两朝徐徐展开，当时就是以千里江山图来展开的这种呈现。这么我就觉得从这之后，数字艺术跟长卷跟绘画结合就越来越明显。这个至少是在一个重要的大型的这种场合，用数字来体现传统绘画，是从这个时候，之前可能有，但是规模没这么大。这个呈现在世人面前。基本上从这里可以作为一个线，数字时代已经就到来了。那么下面我也想用一个数字的形式打开一个以我起稿的，我们去年创作的一个75米的长卷，表现了广东21个地级市。我画了其中的大湾区卷，由我独立起稿和主创。那我们就播现在的大湾区这一段，因为限于时长，我只能播其中一段。我先用一个很幽静的、很前沿的风光带入大湾区。大湾区都是城市密集的地方，我还是要制造一个
个田园风光的景象，这是罗浮山。和生态的景，首先是鸟，你看没有？鸟声、山林、田园、瀑布，慢慢进入了广州。因为画都是个浓缩的，这是个大学城，红色的是广州美术学院，这里有广州美术学院的人可以看一下啊，浓缩的，前边是科学展馆，底下是中山大学北门啊，为去年中大100年校庆而画的。小蛮腰看灯塔的变化，这个就是现代数字艺术，让小蛮腰发光。亚运开幕的场馆是吧？歌剧院、省博啊，广州图书馆、广东省政协啊，到处都有鸟，你看看，即便城市化。